我们最后一场考核是什么？审讯犯人吗？审讯测试。哦，不过您放心，犯人是我们自己的人。资料还准备的挺充分，是个死士啊，那可不好搞。还是稳妥点吧。告诉犯人，只要苏阳开口问，直接全说。是，我一定安排好。所以这是演习，不是实战，对吧？是的，你可以试着先问一句试试，一句就行。哦，果然逼真啊！还挺真实的。居然想蛊惑我，但演技太拙劣了。正常来说，我倒是有几种不错的方式可以试试，但他们说这是演习，不能出人命，所以算了。按我理解，像你们这种死士，嘴巴都很严，而且很毒舌，所以我也不问你，你也不用说，我们直接走流程吧。哎，我。你大爷，有病是吧？还敢骂我？你还想骂我？记得去看医生。他究竟是来审讯的，还是灭口的？问出结果了吗？没有，不得不说，是位壮士，也是个好演员。他把死士那种誓死不从以及不甘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你说了吗？我说你大爷！苏阳人呢？考核结束，他回家了。你知道该怎么写了吧？哦，与囚犯斗智斗勇，并机敏地察觉到，囚犯有反击逃跑的想法，第一时间将囚犯控制。出去吧，让我静一下。啊。你在难过？我是在想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好好照顾大家的。可现在，大家却都为了我要去承担风险。我曾经有一个弟弟，
他得了很严重的病。街边的小广告说，山海城有神医，能治疗任何病。于是，我就带着他来了。我们一路迎着风雪、暖阳、花海，充斥着希望。但直到我们来到了山海城，见到了所谓的神医，我才知道，风雪、暖阳、花海，这些都不属于我们。那你弟弟呢？买了。对不起。和你说这些，只是想告诉你，黑街内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坚持，而你只不过是他们坚持本心的理由而已。自始至终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既和你有关，也和你无关。好了，我该走了。皇都城见。皇都城见。本来还以为能听到什么瘸子的八卦，没想到又是无聊的惨淡人生。你就不怕瘸子知道你偷听他说话，打死你吗？那就死呗。黑街难道还有人怕死？我怕。你把这个塞我耳朵里啊！哎，别生气啊！啊，哼，这下公平了。所以你之后打算怎么办？做我老本行，我除了偷，什么都不会。我还以为你会去打擂台呢。擂台太粗鄙了。那你有被赐福吗？赐福与否跟偷东西有什么关系？坐吧坐吧，别一直站着。说到底，我还是没有被赐福嘛。那你呢？你是赐福者吗？很遗憾，我也不是。不过在我看来，那些赐福者也并没有那么强嘛。那你是打算去打擂台？擂台不适合我，那里不是我的主场。我的主场是整座皇都城。哎，你说，有没有一天，那些平日里我们看不上眼的抢劫犯、小混混，因为赐福的原因，反而超过我们？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，在他们眼里变得一文不值。想过。那你不会觉得遗憾吗？不会有那天的。也对，人嘛，就应该在最灿烂的那一刻华丽退场，那样才酷。走了。姓周的，信不信我炸了你？皇都城见。如果我死了，我的墓交给你了。那我就给你造一座最大的墓室。哎，不是，
凭什么交给我呀？于繁华时落幕，好过在泥泞中苟活。我这一生就应该站在世界的顶端。我们皇都城见。我不和你走。你不想救彤彤了？彤彤，哎，你想想，在彤彤最危难的时候，你从天而降，如同英雄般拯救彤彤。我上去，我啪我就下。对，我能用那个霸王拳吗？可以呀、还有霸王拳，现在就走。哎，快走！哎，好，轻点快！快走！我这是老骨头。一会儿你看完以后，你一定要尝尝我特意给你买的橘子，因为它不仅是新鲜，而且它还特别的甜。也就是说，我要带着3名工具人，外加一头猪。这3名工具人的实力呢，对付一般的小城，我觉得是没问题的。但是面对其他的7大主城，尤其是像皇都城这种，能发挥出什么样的实力，那就不一定了。我不是猪。没人说你是猪，说你是工具人。放心吧。啊。这7大主城啊，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，但是背地里还是有一些肮脏的勾当，所以我有理由怀疑，真正的比赛在出发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。你是怕有人半路截杀？没错了，特别是一些有野心的小城，我们8大主城就是他们最大的绊脚石。所以，与其是在擂台上赌一个不确定性，还莫不如在比赛之前就把人干掉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山海城的军队不能随便出山海城的范围，不然就会让其他的城觉得这是一种挑衅行为。所以这一路会比想象的更加艰难。那为什么不坐飞机啊？对啊，为什么不？难不成现在有人可以飞到万米高空，一拳打爆飞机？我穷，没坐过飞机，所以我的脑海中就没有这个选项。提问，如果有人在飞机上安炸弹怎么办？在他爸眼皮子底下，没人敢在山海城动手脚。就是啊，在我爸的眼皮子，你认识我爸？太好了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，坐飞机去，1周以后出发，这一定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。赚钱？能不能赚钱？谁说赚钱了？我说的是让山海城扬名的好机会。对了，如果我们在参赛的时候，皇都城忽然爆炸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几个重要的广告商要谈，我得先走了，没时间了。先走啊。
又在制造未来吗？但我偏不信未来。